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趙麗穎發布會造型翻車，其劉海配廉價裙顯油膩，同框大10歲黃曉明竟像同齡人。小城大事，上海發布會一亮相，原本應該是主創陣容集體高光的時刻，卻意外因為趙麗穎的造型問題，迅速衝上熱搜。趙麗穎發布會造型翻車，趙麗穎其劉海、黃曉明狀態等詞條接連登榜，討論聲量甚至一度蓋過了新劇本身。不少觀眾在刷到現場路透和視頻時，第一反應都是：這還是那個氣場全開的85花趙麗穎嗎？雙引號。當天發布會上，趙麗穎選擇了久違的厚重齊劉海造型，搭配白色禮服，試圖走一條復古甜妹路線，但現實效果卻與預期產生了不小的落差。當年花千骨時期，其劉海幾乎是趙麗穎的本命造型，彼時的她臉型飽滿卻不發腮，五官線條柔和，靈氣感極強，其劉海非但不顯累贅，反而強化了少女的清純與天真。然而時光流轉，如今的趙麗穎已步入成熟女演員階段，在高清鏡頭與強光燈照射下，後期劉海不僅沒能修飾臉型，反而讓圓臉輪廓被進一步放大。部分現場視頻中，她的發腮感明顯，皮膚在燈光下略顯油光，就連眼妝中的睫毛也被吐槽粘成蒼蠅腿。有網友毫不留情地評價：這造型師是跟她有仇吧？完全在放大缺點。雙引號。如果說其劉海只是爭議點，那這條白色禮服則幾乎成了公認的翻車現場。禮服整體設計厚重，肩帶寬且向後延伸形成拖尾，本應營造高級感，卻意外顯得拖沓笨重。趙麗穎本就不是高挑型身材，這種結構複雜、線條下沉的設計，直接壓低了身高比例，讓整個人顯得矮小，缺乏精神氣。更讓人惋惜的是，這件禮服完全沒有發揮她嬌俏纖細的身材優勢。曾經被封神的流蘇亮片裙，修身剪裁、乾淨線條的造型，在這次發布會上全部缺席。有時尚博主分析指出，這條裙子的問題不在顏色，而在結構。厚重、無腰線、無縱向延伸感，對趙麗穎這種身材來說是災難。雙引號。更具話題性的是，隨後有現場工作人員透露，發布會後台其實曾有團隊成員建議趙麗穎更換髮型或服裝，但她最終堅持走復古甜妹路線，並表示自己的顏值能 hold 住任何造型。這番話被傳出後，迅速引發討論。支持者認為，女演員有權嘗試不同風格，憑什麼一到年齡就只能成熟大氣？雙引號。但反對者則直言，自信不等於盲目，造型是團隊合作，不是自我證明。雙引號。不少網友認為，問題並不在甜或不甜，而在於是否適配當下的狀態與氣質。真正讓網友破防的是趙麗穎與黃曉明的同框畫面。眾所周知，黃曉明比趙麗穎大整整10歲，但當天發布會上，黃曉明一身簡約乾淨的造型，身材挺拔，狀態鬆弛，眉眼清爽有神，幾乎看不出真實年齡。兩人站在一起合影時，彈幕和評論區瞬間炸鍋，這哪裡像差10歲？說同齡人都有人信，甚至感覺黃曉明狀態比趙麗穎還好。雙引號。不少網友感慨，造型管理在視覺年齡上的影響，遠比真實年齡更殘酷。當然，這次事件並非一邊倒的批評，也有不少粉絲和路人站出來為趙麗穎發聲。現場圖和精修圖差距本來就大，路透不能代表全部。她演技在線，造型偶爾失手也不至於上綱上線。雙引號。
還有人指出，當下的娛樂環境對女演員過於苛刻，男演員狀態好是自律，女演員一有變化就是翻車。雙引號。但另一派網友則認為，正因為她是一線85花，才更應該對造型負責。觀眾討論的是造型，不是否定她的努力。雙引號。回顧趙麗穎這些年的封神造型，幾乎都有一個共同點：精準認清自己的優勢。無論是盤發配流蘇閃片裙的優雅靈動，還是短髮西裝的冷感女強人，亦或古裝中細長柳葉眉帶來的成熟大氣，她的美從來都不是靠裝嫩，而是靠適配。而這一次的問題，恰恰在於試圖用過去的風格去覆蓋當下的狀態。事實上，這並不是趙麗穎第一次因為造型選擇而引發爭議。早在幾年前，她就多次在公開場合嘗試回歸其劉海甜美路線，每一次都會引起類似的討論。有網友直言，不是其劉海不好看，是她已經不再代表現在的趙麗穎。雙引號。娛樂圈對女演員的殘酷之處在於，觀眾會自動把某種造型與某一個階段的氣質強行綁定。其劉海之於趙麗穎，早已被牢牢貼上了花千骨時期少女感巔峰的標籤。當她再次使用這一元素時，觀眾潛意識裡就會進行對比，而對比一旦發生，劣勢就被無限放大。不少時尚評論賬號分析指出，趙麗穎如今的古香與氣場已經明顯向成熟、穩重、故事感轉變。如果繼續用厚重其劉海遮擋額頭，反而會破壞整體比例，讓臉部顯得局促。隨着討論持續發酵，爭議也逐漸升級。一部分網友認為，這類討論已經演變成了對女演員外貌的苛責。女明星難道一輩子都不能變老嗎？狀態有起伏很正常，為什麼放大成翻車？雙引號。但另一派聲音則強調，討論造型攻擊外貌，觀眾只是評價她當天的整體呈現，而不是否定她本人。雙引號。甚至還有網友一針見血地指出，真正的問題不是她老了，而是她沒選對適合現在自己的美。雙引號。在討論中，不少網友將趙麗穎與其他85花進行對比。有人提到孫儷，她早就放棄甜美路線，乾脆走實力派與氣質掛帥。雙引號。也有人提到楊冪，哪怕被吐槽臉變了，但她對造型的方向一直很清楚。雙引號。還有人提到劉詩詩，她幾乎不追求減齡，而是不斷強化氣質優勢。雙引號。在網友看來，85花真正的分水嶺，並不是年齡，而是審美是否完成升級。當然，趙麗穎的粉絲群體也迅速做出了回應。有粉絲表示，她又不是第一次造型失手，之前封神造型也不少，不能因為一次發布會就否定她全部的時尚表現。雙引號。還有人強調，趙麗穎從來不是靠紅毯出圈的女演員，她的主戰場是作品。雙引號。這一觀點也獲得了不少路人的認可。畢竟，在作品成績與演技層面，趙麗穎依舊保持着極強的競爭力。如果拋開情緒化爭吵，這次事件真正值得行業反思的，其實是一個老問題：女演員如何正確認知自己所處的階段？自信當然重要，但在高度視覺化的娛樂產業中，自信需要建立在清醒判斷之上。有業內造型師匿名評價道：造型不是為了證明我什麼都能駕馭，而是為了讓觀眾一眼舒服。雙引號。綜合過往成功案例，許多網友給出了相對一致的建議。髮型上，落額頭、偏分、低盤髮，比後期劉海更顯氣質。妝容上，弱化甜感，強化輪廓與眼神。穿搭上，簡潔剪裁，縱向線條，
遠離厚重堆疊設計。一句話總結就是：不再執着少女，而是擁抱階段之美。結語：自信重要，但審美清醒更重要。趙麗穎的實力毋庸置疑，從非科班出身到躋身85花核心陣營，從流量偶像到穩紮穩打的實力派，她走到今天，靠的從來不是運氣。但正因為如此，觀眾才更希望看到一個在風格上同樣成熟、清醒、懂得取捨的趙麗穎。真正的高級美，從來不是硬凹不屬於自己的標籤，而是順着自身氣質不斷進化。這次發布會的造型，也許只是一次失誤，但它提醒了所有人，再高的顏值也扛不住不適合的造型。那麼問題來了，你覺得趙麗穎這次的造型算翻車嗎？你心中她最封神的造型是哪一套？評論區見，我們一起聊聊。